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股市每月创新高，心里却有一股很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看着账户资产变多，觉得很开心，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赶快下跌，好让自己可以买得更便宜。可是当真的跌下来的时候，又会后悔啊，早知道应该在高点赶快卖掉。结果上涨也不开心，下跌也不开心，投资反而变成一种压力。我觉得投资这件事能不能带给我们正向、踏实，甚至安心的感觉，关键不在报酬率，可是这些钱有没有真的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它有没有让自己更自由、更放心的过生活？还是只是账上的漂亮数字，却没有入袋的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观察不同的投资人，发现大家其实对投资的目标有非常不同的定义。有些人觉得投资就是要让资产变多，而有的人觉得投资就是要让生活更稳、更安心。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将会分享我观察到的4种投资方式，可以看看自己目前比较像哪一种，能不能帮自己找到更合适的方向，让投资这件事不是只追求账面上的获利，而是真的改善生活，让自己越来越接近自由的状态。先第一种类型，低买高卖的波段型投资人。我们知道很多投资高手会教你怎么看财报、看技术线图，方便我们判断进场跟出场时机。像基本面派就有红绿灯选股法、成长股投资法、价值投资等等。那技术分析派就更多了嘛，看黄金交叉、死亡交叉、K 线、移动平均线等等。其实这些方法本身就是想透过低买高卖的价差来赚钱。那我自己也曾经做过波段，那种靠自己判断成功赚到一笔钱真的很开心，有时候一次进出就赚个几万块，这种成就感会让人更想钻研，开始看更多资料，学更多技巧，想着是不是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找到下一只黑马股。不得不承认，这种投资方式确实有机会赚到高报酬，也会让人觉得很刺激有挑战性。相对的它也比较耗时间，也需要时常关注股市的动态资讯等等。而即便做到这样，还是有可能发生研究了老半天，信心满满的买进，结果一买就跌，或者好不容易下定决心卖掉获利了结，却又眼睁睁的看它持续上涨，这种买也不是卖也不是的那种挫折感，有时候是蛮折磨人的。所以我觉得波段型投资没有不好，它培养的灵活、成就感以及对市场的敏锐度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能力。只是当我们在追求报酬的同时，也可以想想这样的投资方式有没有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更轻松。第二种长期持有市值型，回顾过去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一直听到股市又创新高的新闻，也因此有很多人相信，只要把钱放在市值型 ETF 里，资产就会随着市场慢慢变多，即便中间遇到下跌，几年后也多半能够再创新高。以美股的 S&P 500举例，长期趋势确实一路往上，即使中间几年有出现过震荡回档，这几年还是能回到前面的高点。所以就算不是在最低点买进，只要愿意放得够久，最终赚钱的几率还是蛮大的。而且这种投资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毕竟市值型 ETF 本身就有汰弱留强的机制，就不需要自己研究哪一家公司好，也不用天天看盘。对于不想花太多时间研究，又希望资产稳定成长的人来说，这样的投资确实蛮适合的。不过如果你真的持有几年后，可能也会慢慢出现一种感觉，就是投资好像变得有点无聊，每次市场创新高的时候反而觉得没什么感觉，甚至还会希望股市赶快下跌，好让自己可以买得更便宜。久而久之就会发现，投资虽然让资产看起来变多，但好像没有真的让生活有什么变化，账户里的数字上上下下，但心里好像没有一种踏实感。后来我才明白，这种落差可能是因为资产跟现金流的差别。长期持有市值型确实能让资产成长，但那些钱毕竟还没有真正入袋，有时候看着账面获利很漂亮，也很难有那种真的赚到了的感觉。这就像有人说我账户有500万，而另一个人说我每个月都有2万块的被动收入，你会比较向往哪一种呢？或许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我自己更喜欢那种钱真的流进来的感觉，而不是只是看到账上资产数字变大。不过呢，我还是很佩服这类的投资人，因为这种赚钱模式需要很坚持，需要抵挡诱惑，同时也少了一些多巴胺的刺激，但那份安心可能是更长久深层的踏实感。第三种喜欢零股息型，就像刚刚提到的，有些人不爱看技术线图，也不想要研究财报，他们投资的目的就很单纯，就是
就是想要听到那声叮咚股息入账的声音。那我自己身边很多人大部分想开始投资，其实都是为了这种被动收入的感觉，包含我自己也是。所以刚开始投资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只要努力存钱，把本金投入稳定的股息股，慢慢累积被动收入，总有一天就能靠股息退休。其实现在这样想的人应该也不少，他们或许不是报酬率最高的那群，但通常是最能睡得着觉的那群人，因为他们不需要每天猜市场的方向，也不会被涨跌牵动情绪。他们投资的初衷就很简单，有钱就存，让股息慢慢的流进来就好。不过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懂这种快乐，有些人会觉得投那么多钱才赚那么一点股息，有什么好开心的？就觉得股息股缺乏上涨动能，来看报酬率一定不如大盘。但我觉得这就回到投资的初衷了。有些人投资不一定是为了赚更多，而是想在某一个早晨打开手机时看到股息入账，有一种多赚的被犒赏的感觉。长期下来也能一点一滴累积出就算上班不用赚很多钱，也能有一定生活品质的那种底气。第四种多元投资类型，真正喜欢研究不同的投资商品，并不是因为没有核心思想，也不是想要变成全能的投资高手，而是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目标，也知道单一种策略可能没办法满足自己所有需求。像我自己也会因为人生状态不同去调整投资组合，例如在有稳定工作阶段的时候，可能以市值型 ETF 为核心，毕竟这种方式比较稳，也不用花太多力气，接下来资产也能跟着市场成长。但投资一阵子之后，也会开始察觉，虽然资产变多，但那个钱好像永远都只是账面获利。每次市场大涨，账面金额很好看，但一遇到回档又全部吐回去，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浪费时间的感觉，那种没有入袋为安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空虚。所以后来我也会开始研究其他的投资商品，包括股息 ETF、成长股，甚至虚拟货币、债券等等。最后也找到选择权这种本金不用多，也能创造有感报酬的投资工具，刚好可以让我同时满足资产成长，然后又有足够有感的被动收入。所以所谓的多元投资，核心不是为了求全，是为了求互补。当越清楚自己的个性跟目标的时候，不同的投资工具就能补上不足的那一部分。那我觉得投资的目的也不是让自己苦哈哈的存钱，就只是为了让资产看起来变多，应该是要让自己在每个阶段都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有因为投资这件事变得更好、更轻松。总结本期影片分享了我观察到的4种常见的投资方式，其实也没有哪一种一定最好，重点是它有没有符合自己的需求，还有能不能让自己过上想过的生活。那每个人开始投资的原因也不一样嘛，像我自己是大学开始工作后，真的体会到赚钱有多辛苦，我就很不想要一辈子都被工作绑住，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接触投资，希望钱能替我工作，达成财富自由、提早退休的目标。所以如果你也有在投资，不妨回过头来思考，现在的投资组合真的有让我过得更开心，离理想生活更接近吗？只要把答案想清楚，相信你也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投资这条路走得越来越顺利。好啦，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你觉得投资有让自己更接近理想的目标吗？欢迎在底下留言，你是哪一种状态？喜欢这样的内容，也不要忘记按赞订阅。那我们下次见，拜拜。